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，经费不够，就放下了，就是没有穷尽。秦总，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，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，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。在采样的过程中，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，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，就又放下了。唉，我们就想办法，那就向外扩展，啊，到外地装库去。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你这没有穷尽吗？真的，秦总，我是真的明白了，我谢谢你。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2个关键词，第一个是穷尽，就是这个标准。你这个案子没有破，就是公务没下到，明白？我们就是公务没下到，就不要找借口。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，啊，平心而论，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，就不愿换思路啊。你比如这2年我们做的这个，就书城这条线做不下去，往下查不了，啊，就往上查，这还是在面上啊，在弄。这思路下去呢，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，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，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，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。就是这样。好，行了，来，那场工作会了，吃饭。来，动筷子，来。涛队，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？怎么又吃上了？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？我从警30年，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，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。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，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。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，11名年轻女性，最大的29岁，最小的才8岁。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，杀人强奸，还损害尸体，有的割掉乳房，有的砍掉手。自此，梁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。我不能想象，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，多么丧心病狂，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。秦总，哎，你们来了。梁凡，你这前站打得怎么样啊？情况不是很乐观，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，当地不配合，抵触情绪很大。帮他们办案子，他们还抵触。先开会。秦总这边，这个案子的情况呢，我们都看过了，大家不要有顾虑，啊，第一呢，我们不是来追责，第二，我们不是来抢功，案子破了是你们的，我们是来指导工作。梁城案呢，
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，啊，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。大家可以说说啊，可以畅所欲言，啊，说说。海部局长，关于这个案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先说说。钱总，跟你们说心里话吧，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，我们良城人民感谢你们。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，压力太大了。我们能想到的、用到的办法都想了，也用了，可良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，不要说挖地3尺，就是30尺，我们也挖到了，但是人还是没找到。28年了，我们良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，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，心里也很憋屈。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。专家不是没有来过，来了一波又一波，可结果呢？一次次的燃起希望，又一次次的破灭。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，都快30年了，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，还怎么破呢？不光现场没了，当年搜集的剪裁，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，用一次少一次，也没做出什么结果，剪裁也快消耗完了。不是我们没有信心，实在是已经绝望了。为啥呢？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？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。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，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瘫痪在床，有的人为了这个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。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，可结果呢？明明要好了的伤疤，为啥要把它揭开呢？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，已经14年了。我说实话，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，死了这个哈怂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帮人破个奸案，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？受点挤兑也就算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？再试一次也不行吗？他们现在这个状态，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。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，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干。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，多年以后结痂了，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，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。这什么好吃的，这么香？雷主任，哎，雷主任，正好过来了。你来看看。啊，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。那这是一些照片。哎，雷主任，这张照片还有你呢，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，找你爸。哎呀，一晃这10多年都过去了。雷主任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这个人，我们这不是老范吗？我良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。这个人很专注，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。哎呀，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，差不多。老范，是不是叫范守良啊？对，你认识啊？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，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。能联系到他吗？能倒是能，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。他怎么住养老院啊？没有儿女吗？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
哎，秦总，那就是老范。哎，这就是老范。对。哎呦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老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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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雷。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老范，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。你好，老范。师傅，我送信，师傅，不害怕啊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是谁呀？省厅来的，帮我们破案的，师傅。破案？对，抓凶手。抓凶手的。抓凶手的。来，师傅，来，起来，来呀！哎，老范，你这人怎么了？这是？秦总，雷主任，我师傅老范，这我多少年的老朋友，这怎么搞的？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，什么也记不得了。抓凶手。但是还记得案子，帮不上忙了。师傅，走，我把你扛回去，回家喽，回房间喽，抓凶手，走，抓凶手，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抓凶手！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，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，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。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，用现在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沟头面打酱油。直到1988年5月26日。你不能这样！受害者才23岁，身中26刀，颈部被切开。她很漂亮，喜欢手工。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。后来他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，得了抑郁症自杀了。2年前他妈妈也走了。他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，说一家人要在一起。那个时候，整个良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人，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。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。一开始，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，动用了大量的警力，调查他被杀的原因，仇杀、情杀，还是谋财害命。那个年代，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，也没有视频监控，查了几个月，什么都没查到。谁也想不到，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。再发案是6年后，1994年7月，良城供电局宿舍，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？死者也是身中36刀，而且颈部被拉开了。你是说，这是连环杀人案？我也不知道，一种感觉吧。为了早日破案，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，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，但是侦查了很久，依旧没有进展。谢谢啊，老百姓有怨气，骂我们支持干饭。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？要馒头还是要面条？2个馒头就够了。不好意思，警察同志，这2年闹灾荒，一人只能1个馒头。当时没并案？当时的条件太差了。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，法医提取到了精斑，获取了 DNA，
没找过你们并案吗？找过，那个案子是97年的，当时检测条件不行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，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。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良城人，可就是找不到。后来没想到，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良城，他让1998年变成了良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，也是他最疯狂、最残忍的一年。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，疯狂作案2起，一时间，整个良城人心惶惶。以当时我们良城公安的经验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，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，无能为力。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，没有事儿，只要有线索，回家啊，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好。 98年，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，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，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。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。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，都出去了，快要神经了。喂，良城市公安局，小宋，供电局又出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好，师傅，我马上过来。 我的孩子，别哭了，孩子们，起来，别哭了，起来吧，师傅，别哭了。他还是个娃娃，才8岁。8岁，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。这个女孩。 也是良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。犯罪嫌疑人杀完人，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。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这指纹。不安全，早点回去啊！哎，好。同一个单位连续出了2条人命，这才是个孩子。巨大的恐惧笼罩在良城人的心头。从那以后，良城的每个家长。 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。来了来了，啥事儿这么急啊？ 头发，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？全良城的姑娘都在剪呢，我们能不剪吗？才不剪，我们是命都没了。刚才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，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？我给你爸打电话去。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他天天出去抓人，这么些年了，抓到了吗？哎呀。 从那以后，我师傅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，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。哎，你们家的门换了吗？换了，换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。哎，你们家这门不行啊，太薄了，一脚就踢开了。 赶紧加厚啊！怎么连门也得换呢？你说，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，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？都说这杀人魔呀，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，来无影去无踪啊！你还是换了吧，这门呀肯定顶不住。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、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？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。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？ 他这个人连8岁的娃娃都不放过，他想杀人，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，你就能定了？安全第一。哎，我们良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，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
3班倒着值班，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。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的钢笔掉了。哦，谢谢了啊。不客气。姑娘，等一下。啊。来，把你的头发绑上，要注意安全嘛啊。谢谢。走了。知道你在哪儿，你不要太得意了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！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哪儿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！从那以后，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，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。直到2000年的11月，他又动手了，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，还带走了双手。他这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。我记得特清楚，01年的2起案子，他是连续2天做的案，对吧？是的。01年5月22日，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。喂，凉山市公安局。什么？听不清楚啊。喂，你说清楚啊！来，给我。喂，你是要报警吗？报警？你家住什么地方？水门路吗？是。啊，是这。我说几个地名，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。同光大院、电机厂、农委大院。是。2单元201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个护士很顽强，一直撑到了医院，但最后没撑住。临走，他说了2个字：长头发，本地人。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！很快，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。在以后的几年中，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，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，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，扩大外延排查区域。40多岁啊。
对我们梁城3县2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2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02年，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，从此销声匿迹。2003年，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，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，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，暗印指纹2100余枚，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。这一年，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，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。打指纹这件事儿，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。大拇指要按，每个指头都要按。大拇指要摁，每个指头都要摁哦。那个年代，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，一枚一枚的看，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、按手印、立军令状，如果有漏掉的，直接拖警府。期间，经专家比对，确定元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。04年8月，省厅将梁城、元山2地案件并案，称梁元805案。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，并发出悬赏。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。专家们也尽力了，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。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了。我师傅不愿意放弃，开始用最笨的法子，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，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。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，几次闹着跟他离婚。师傅，敬您一杯吧。您随意，我干了。师傅，今天这个酒，我想跟您告个别。怎么了？你要调岗吗？我不想干警察了，我想换一行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，各种法子都想遍了，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？我理解，你还年轻呢。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。来，把酒端起来，来。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，都是康庄大道。师傅，你也退了吧。尽人事听天命，人斗不过天，算了吧。我呀，60都过了，要是退，早就退下了。干了一辈子刑警，
案子没破，这辈子就白干了。话是这么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换了那么多领导，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，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？案子一定要破，案子不破，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。只要有一个人盯着，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？啊，你也不用劝我了。只要我活着，我就要去破这个案。如果我死了，案子还没破，有一天破了，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。我是认真的啊。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风霜雪雨波激流，历经苦难知且不改。难得很。师傅，我一定要把你抓住，一定要抓住你。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您慢点，师傅。往这儿走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你是谁？怎么了，师傅？你到底是谁吗？您别吓我啊，宋旭啊！哦，小宋，我跟你说啊，就在这儿，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，这儿人多，容易躲藏。哎呀，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，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，我们就在这儿等哦，我们就在这儿等，啊，一定把他等到。一定等到，一定要抓住他。我心里清楚，师傅已经魔怔了。为了他的健康，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。领导知道后，决定让他退休。你干啥去啊？我上班办案子去，啊。退休了办啥案子啊？我怎么能退休呢？你错了，我还没退呢。你等一下，这你的退休证？不是我的。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？
你不要发神经了，好吧？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，你赶紧换衣服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得赶紧走，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。我不去，我还要找凶手呢嘛。找啥找啊？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，半辈子都找不着，到哪儿找去啊？找不着了，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他怎么能死的嘛？我要亲手把他抓了。你干什么？你闹够了没有？就是这个案子，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。我这是办案嘛。你看一下你现在，你像个正常人吗？你像个正常人吗？我让你找，我让你找，我让你找！哎呀，你撕了吧，这就撕了吧！我让你找，我让你找！你，哎呀呀！你。你们看到了，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每年，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。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。我知道，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，案子不破，师父是不会走的。你不是转行了吗？转行了，脱了警服，师父就不认识我了。我穿着警服，您才认识我是吧？我现在能够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。多年了，案子破不了。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，真的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的灰暗下去，没有色彩。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，不敢打扮自己，不敢留长头发。28年了，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，一个伤疤。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。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，门不闭户，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，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，长发飘飘。我非常理解啊。我们这次做这个结案攻坚啊，就是下了必破的决心的，让死者安息，生者安宁。秦总，你们的到来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。你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全力配合。好。老范，我帮你吧。啊。你干啥呢嘛？我是秦川，这次结案攻坚战的总负责人。
抓凶手！啊，抓凶手！秦总，那个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，28年了，房子都拆完了。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，搞城市开发，都拆差不多了。其他现场的位置呢？都离得不远。走，去看看。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。哦，这还没拆是吧？啊，还没拆呢。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？对，这儿离主干道很近。嗯。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。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。这9起案子都不远，互相之间。刘林，你那个地图带了吗？带了，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这儿。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。那就是说有可能啊，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，啊，他路不太熟，怕走丢。可是有一个受害人，他在临死前说，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。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，说是本地人，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，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，对吧？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1到周4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，下午的1点50到5点半这之间。也就是说，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。长途汽车站，老范蹲守的是对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儿不远就有长途汽车站。走。我问过了，离梁城最近的是临市金城下面的关河县，别的地方6个小时，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。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，不都穿同样的鞋吗？那鞋样找到了吗？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，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、黑帮的半高跟的鞋。男人也穿高跟鞋？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，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，2、3厘米的跟儿呢。这么普遍，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。我们派了很多人，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线索。秦总，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。你说。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，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。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，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、做推销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，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，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？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，那就说不过去嘛。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，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，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。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，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？对啊，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？那肯定你梁城里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，肯定都调查过了呀。是的，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，他要离开了梁城，那真的就找不着了。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，或者是周边县市。这犯罪嫌疑人，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，在白天闹市区作案，啊，这个人应该很普通，就站在你旁边，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。瞅准机会就干，啊，做完案就跑，等局势稳定了，再出来。反侦查能力很强，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？走去看看。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。是的，案子刚出的那几年，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，后来肝气郁结，导致肝腹水，没有多久就走了。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，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。领导同志，哎，领导同志别啊，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！一定要抓住凶手！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，死得冤枉啊！她才23岁，还没有结婚，没有生娃，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！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。我爸走了以后，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过。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，说让我们相信政府，相信公安，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。可是我爸没等到，我都40多岁了，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了？是不是等我老了，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？这个案子破不了了，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，下面该干活了啊。苏畅、曹阳，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。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，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，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建材。梁，哎，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？联系上了，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，他正在往这赶呢。另外，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。好，那你就跟那个老宋，一起带着聂老去，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，追根溯源，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。好，专家到了我就去。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，那就一起去吧。行。刘林，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？回了，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，明天就带他们过来，把指纹给会诊了。好。大家辛苦了啊！这个案子非常难，正因为难，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，不能拖下去了。来，慢一点。杨老师，
这边慢点。聂老师啊，我们按您的要求，都打听了一下，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。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，碰一下运气吧。哎，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，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。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，我觉得人有敬畏心，会紧张，不是坏事。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？秦总不是说了吗？按程序来，一步步走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城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，扩增数据。只要能做到这个，就能往下一步走。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，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差别很大。哎，是你啊？我就是老夏，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？哎呀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。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。对，10几年了。这个鞋子，你们生产过没有？哎呦，这个鞋啊，生产过，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？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？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，全都处理掉了。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，还收购了些，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。没事儿，你带我们去，我们自己找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看，这乱糟糟的。哎呀，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？对对对。都在这里吗？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哎，真是这双鞋。聂老啊，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，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，这10几年作案，穿的都是同一双鞋，10多年穿一双。啊，对，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。从这个鞋的磨损来看啊，它还比较新，这就说明啊，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，然后做完了就脱了。聂老师您还是厉害，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。那销路呢？啊，当时的销量很大，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。又是关河县？对。关河县，好。重点排查，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，侦查范围以梁城为中心，向周边县市辐射。喂，秦总，梁城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，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。好。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，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。好，辛苦了。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。省厅出面协调，集中比对。雷主任，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，好吧？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，经费省厅出。这次会议呢，领导非常重视，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，托我带话给大家啊，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，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，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。
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，全力以赴，打好这次攻坚战。由我呢任总指挥长，海副局长任组长。秦总，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，现在真想摩拳擦掌，好好的干一场。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。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，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。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2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，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，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，积极配合，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。曹老师来了。秦总啊，快坐。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现在还不好确定。28年时过境迁，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。再加上专家的习惯各不一样，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。我觉得办劫案应该有办劫案的方法。雷主任，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。行，秦总，我建议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，系统采集数据，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，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。大家的意思呢？哎呀，这个指纹呢，它就是标准不同，就是很受限制。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，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，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。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，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？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。这样，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，他非常有发言权。曹阳给大家说说。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。梁城这个案子，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，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。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，建库也比较早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。我也是这个意见。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，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，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，转换的感觉很强烈，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，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，而且更明显了。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，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，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。好，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。现在这个案子呢，有足迹，有指纹，有 DNA，不管是使用哪一种，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。秦总，我到梁城了，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。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，可不管是 DNA、指纹还是足迹，什么都验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。3起案子，3个现场，3个被害人，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。你们有所不知，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，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。这就能解释了，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，更别说是足迹了。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，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？并案这个事儿，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。你们看，第一个案子，死者叫陈玉，是个小保姆。出事前呢，刚刚怀孕2个月。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，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。第2天一早，家属报了警。陈玉，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，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。小妹，小妹！
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，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。根据现场勘查，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。我有印象，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。没错，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，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。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，找到了一个红布条，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。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。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？那衣服上呢？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，是暴力扯断，拉链齿掉了3颗，1颗变位，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，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。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，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带的刀吗？对，这3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。第2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，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，在草河区法院实习。当天晚上，他与同事聚餐，分别后遇害，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。第3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，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。第2天呢，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。刚才曹阳问了这3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，你再说说。这3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，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，说白了就是软并案。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3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。第一，3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。第2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。第3，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。第4，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、杀人、脱被害人的衣裤，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。第5，作案都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。第6，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，现金、手机都被带走了。总的来看，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。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，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？3部手机，他总要销赃吧？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，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。我们技术部门在2手市场追回了手机，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。手机捡了吗？捡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钱总，我看这事儿僵住了，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。捡，还是得捡，啊。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，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？啊，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可能没戴，或者是摘下来了？有这可能吧？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、布条啊，我觉得都要再捡。秦总，唐初，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。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。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，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，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。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，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。哎，你看，这个例子举得好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，啊，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。这样吧，苏少、曹阳，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，把现场再捋一遍啊，重新复核一下检材，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。
好，你看啊，曹老师，雷主任，我们现在这4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，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、DNA 这些技术。所以啊，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。行了，你们之后开始工作，我明天就回培兴了，啊。你得多吃点啊。来来，哎呀，吴老师啊，哎呦，川儿，哎呦，你看看川儿，您身体怎么样啊？川儿啊，哎呦怎么样？你来我就哪儿都好了。哎呦呦呦，多好啊！你，哎，吴老师，这个我没花钱，这不用给钱啊。那个青莲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，这个拿着，你拿着。哎呀，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？一早啊，听说你要来，饭也不好好吃，一直问你到了没。这岳老爷跟小孩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让我们待会儿。好，川儿，你们聊哈，我也去透透气儿。好，师傅。哎呀，川儿快坐，快坐。吴老师啊，你可得好好吃饭啊，好好康复啊，有您在，我们才有主心骨啊。川儿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挺难呢？比想象的难。所以现在看来，就得下大决心，集中各专业的专家，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，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。你没问题，你这敢干，又能干，想好的事儿啊，就能坚定的干下去，没问题。我刚到省厅那时候，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，我就此生无憾了。没想到啊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川儿，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，我跟你说的话吗？一切，它只是个开始。记得。啊，对了，我这有个事儿想求你。哎，你别求我呀，吴老师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。我是希望啊，你如果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，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、心得，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，帮我整理出来呗。这些东西，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，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、年轻的人们，可能还会有点帮助，会有点启发。一定会。你这是从冰天雪地、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，现在算是老刑警了，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、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，你这责任还不轻呢。多给年轻人机会，带带他们，把这些新人带出来，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，才会兴旺。吴老师，您放心，我明白，明白，吴老师。
尹哥，任婷，简报我都看了。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。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，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。钱不够，我去问上级领导要。这笔钱花的值得，你们尽快推。哎呦，任婷，真给力，真给力！行，有你的支持，那我大力推了。得嘞，走了。好。哎，秦总，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。喂，哎，秦总，好消息，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。好事啊，说说什么情况？哎，我来。秦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在这个第2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， 然后在第3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。秦总，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，草核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，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。好，好事啊，太好了啊！现在我们正在搭建2库啊，数据共享。你们赶紧把草核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。岭州市离竹城市近，外来人口多，先重点突破这2个市。哎，好的。好，提取到了是吧？有成效了。哎，唐儿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这回可美了啊！秦总把草核的案子交给你主管，这说不定啊就立了头功。我借你吉言，我在想啊，这跨2个市，竹城市、岭州市，我咋弄啊？哎，你这样，把2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。你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呀，凡事别想太多，干就完了。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。秦总这个打法，你还看不出来？行。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，从今天开始，各位要辛苦一下了。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，希望大家多多辛苦，多多支持。收到。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，数据太多，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。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，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，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，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。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。这是个大工程啊，会很熬人。一个一个的对，能不慢吗？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？哎呀，我觉得呀，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划分年龄段，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，哎，你再比如说，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？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，这可是海量啊！哎，煎饼，听到请回复，我找你有点事儿啊。收到，收到。领导有什么指示？哎，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？是这样哈，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，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，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。好的，好的，你发过来吧，我试一试。谁啊？岭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，能干脑的活，以前办案子认识的。哎，
佳明，有事儿啊？怎么说呢？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基案的比对吗？我在想，能不能换种方式，比如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，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，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，更快一点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这种分区比对啊，比按时间段、年龄段快。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，有时候也忙不过来。我先试一下，有结果通知你啊。好，这几天集中打击，有很多资料入库，今晚全部都会入库，你就放心吧。多谢你了。哎呀，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，信息全面共享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。对呀，现在效率飞速提升，没准我今晚录进去，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。先走了。怎么了？喂，佳明，快回来吧！我比中了，我比中了，比中了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？哎，佳明，你过来！我比中了，你猜是谁？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，就李丽。居然是他！居然是他！是。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，他这个手机偷的，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秦总，草河那个案子在岭州给比中了，比中了？对，太好了，这么快啊！你好，刑侦总队值班室。喂，我是岭州公安局的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岭州公安局。你说，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，这个人叫李丽，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。那这样，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，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，放出去了。我们现在正在找，看他现在在哪里。我是秦川，你们赶紧查人，落实以后先不要着急抓捕，通知这个竹城市局，2家一起行动啊。哦，秦总，好，我们马上布置。好，秦总，还得说是有2库，这才多久啊？这就给比中了。是啊，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，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刘丽，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，让他们派人去那个岭州，然后2家一起抓人。明白了。谁呀？是我，房东啊，收房租了。有没有搞错呀，大姐？大半夜收房租，过2天我就给你了。这几天找不到你人，你先开门，快点啊！来了，真是！警察，别动！警察，过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警察，叫什么名字？李丽。铐上。
沈总，刘处，小唐，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。问你呢，叫什么名字？你的年龄，还有职业？李丽，26岁，职业没有职业。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？问你话，说。简明，你进去。什么意思？嗯？你哑了？问不出话来，是不是？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？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，我们说点别的。来岭州之前，你在哪儿？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草盒，记不记得？这3个人认识吧？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？怎么回事？啊？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？怎么想的？